果那个小女生她就跑过去，然后就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就躺在那里不动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就是一副跟着车一起摔车了嘛。然后你们的欢乐是建筑在我们的难过之上，这个跟那一种逗妈妈开心的一起笑就是不一样的。Hello， 今天的经验谈想要跟大家讨论笑这件事情。这个是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我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敬拜课，就是教他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唱到一首赞美之泉的歌。它这一首歌的主歌最后一句，如果接副歌的话，它就要神欢喜快乐，它是要往上唱的。可是如果它是要接主歌的话，是我人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，它是要唱平的。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，我们是要接主歌，大家应该要唱平的，但是他唱得很大声，而且他是往上唱，然后他就被另外2个小朋友笑了，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笑令人很不舒服，很尴尬，我就阻止了他们。为什么会很不舒服、很尴尬呢？我可以再跟大家举另外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例子。我在少气的时候第一次的司琴，以前我司琴是在儿童主日学司琴，是我国小的时候，然后我国小高年级司琴那一些更小的小朋友，然后大家都唱唱跳跳的，而且我不用照着每一颗的音符去弹，所以那时候的司琴跟少气的第一次司琴不太一样。少气的第一次司琴是大家都是国高中生，然后都乖乖的坐在台下，然后我还要照着谱的每一颗音符全部都照弹，我就很紧张、戒慎恐惧的练了1-2个礼拜，把那个曲子练得很熟练，不会弹错。然后我的位置距离主领大约是4大部或5大部的距离，我弹的是这一种直立式的钢琴，因此我的钢琴在我前面发出的声音还蛮大蛮响的，然后那个主领在距离我有点远的位置，我其实听不太到主领在讲什么，所以主领好像是说要反复再唱一次吧，可是我并没有听到，我就继续弹下去了。然后在我继续弹下去的时候，主领就发现怎么没有照他的指挥，然后他就这样子看我，然后他这样看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个是有一种给大家什么样的暗示呢？大家就在台下发出的这种笑声，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一种笑，是笑我可爱，还是笑我傻，还是笑我笨，笑我难沟通，是笑我好，还是笑我不好？什么叫笑我好跟笑我不好呢？我想再讲另外一种比较正向的笑给大家听，这个就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欢笑。例如说啊，我妹妹的同学，她有一个大概4-5岁的小女儿，然后她带那个小女儿出去的时候，有一天妈妈的脚踏车在草地上倒了，他们2个人在旁边，然后就看到脚踏车倒了，结果那个小女生她就跑过去，然后就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就躺在那里不动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就是一副跟着车一起摔车了嘛，然后晕倒的姿势。那个妈妈就拍照片拍下来给我看，是一张很可爱的照片，而且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妈妈跟我妹妹都一样是学艺术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妈妈的取景就整个看起来好好看哦，还看得到妈妈的那个影子。然后这一种照片我跟我妹妹看了以后，就是在那里笑，然后就觉得好好玩，好可爱哦。所以像这一种笑，我会觉得就算是4-5岁的小朋友，他跟他喜欢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好笑、搞笑、好玩的事情，是跟他喜欢的人一起欢笑。那这个差别是在我和那位小朋友被笑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想要搞笑，我们是不小心出错了，而且出错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就出错哦，我是这种心情的。所以当我们被笑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。另外那一个我妹妹的同学的女儿，她的这种行为，她有一点像是故意做一个好笑好玩的事情，然后跟妈妈一起欢笑。那这种笑就是大家一起笑是很 OK 的。因此我们的差别就是在于那一个被笑的人，他有没有希望被大家笑，
如果我们不希望被大家笑却被笑的话，我们其实不是高兴，然后我们是有一点难过的。那这样子就等于是你们的欢乐是建筑在我们的难过之上，这个跟那一种逗妈妈开心的一起笑就是不一样的。像我们看到的那一些谐星啊、搞笑艺人啊，甚至他们做一些肢体搞笑啊，他们其实是蓄意想要博君一笑。那这样子当然是大家笑，他们也会很开心，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会觉得大家要笑的时候，你要体谅一下那一个人想不想要被你笑。如果那一个人不想要被你笑，你却笑得很开心的话，那这样子我会觉得并不是很好的行为。还有另外一种笑，我也是觉得这个是笑得很好很 OK 的行为，这个跟大家一起欢笑就有一点像，就是那一个被笑的人，他不是因为出糗而被笑，然后笑他的人是出于欣赏而笑他。举例而言，有一次我去参加茶经的时候，我穿了短裤，可是那一天是那一年的冬天正要开始寒流，第一次刚来，然后天气比较冷，结果我穿了短裤。然后我们的 Michael 牧师就问我说 ：“Iris， 你穿了一整个夏天的长裤，为什么今天那么冷？然后你穿了短裤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因为我觉得很冷，所以我想要晒太阳，所以我就穿了短裤。”然后他就觉得我的这个回答很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就一直笑，他觉得很好笑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啊，因为他并不是那种看低我的笑，而是他觉得这个是他也觉得这个回答好有创意哦，所以他也跟着笑，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很 OK 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都常常保持你的同情心，还有一些良善的心，这样子你在笑的时候，你才会笑对场合。老实说，我看到那一些取笑、嘲笑别人的人，我不会觉得被笑的那一个人很好笑，我会觉得那一些笑别人的那些人，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点没品。只要是被你笑的那一个人，他没有故意，而且那件事情是无法选择，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不该笑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是那一个人的种族、那一个人的长相、那一个人的外形是这种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、避免的事情，被别人拿来笑，我都会觉得那些笑他的人是不应该的。我在教小朋友的过程里面，他们那个笑别人的人，其实也才高年级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在上课的时候是没有关系、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可以借着上课的机会纠正他们。人本来就是从小到大会从各种错误中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，所以我并不会很介意小朋友这样子的行为，我不会看低那些嘲笑人的人。可是希望大家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，这一种嘲笑人的行为就可以被你越来越敏感的同理心给取代，嘲笑的行为可以越来越少。第二点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，其实这一些笑别人的人，还有那个被笑的人，两边相较之下，那一个被笑的人，他其实做了比较多的事情呢。例如说像我是练了一整个礼拜，很努力的要把歌练好，然后去服侍神。然后台下那些人，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有被笑的风险的，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是有被笑的风险的，但是我愿意去做，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可以说是比他们多吧，反而被他们笑。然后像我讲的那位被笑的小朋友也是。他唱的是比较大声的，而且他一直很努力的上课，所以他音量是很大的，因此才会被人家听到，才会被人家笑啊。然后笑他的另外那两位小朋友，他们唱的音量很小啊，唱错了也没人知道，没有机会被人家笑啊。所以我又会觉得，如果大家去笑那些努力做事的人的话，那将来这个社会上团体里面，谁还会愿意努力做事，多为人家付出呢？因此，从这两个观点，我都会觉得嘲笑人家是不好的行为，应该是努力多做事，让这个团体更好才是好的行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经验谈的分享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学得正确，活得开心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